因为正宗的麻婆豆腐，它本来上面就会浮一层类似红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透过油也会去炒那个辣椒粉啊、辣豆瓣啊，有点像炸酱的概念，就是把那个酱香整个炒出来。嗨，欢迎来到野菜露露，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道正宗的麻婆豆腐。所以你的造型才变中国娃娃吗？我今天中国娃娃。那这道料理呢，是我们之前在研发我们最近要推出的产品的时候，跟一位老师傅学的。那另外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意，把它变成全素的版本，分享给大家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平常啊在料理过后用剩下的废油都是怎么处理的。那首先呢，一定要先把油里面的渣渣用筛网跟纸巾把它滤干净。过滤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准备比较大的容器跟很大的筛网。那过滤完的渣渣啊，就是在这上面的渣渣就把它丢到垃圾桶。那剩下的废油啊，就把它装到塑胶容器啊，或是一些纸容器里面，然后就可以直接丢回收。千万不能把废油啊直接倒入洗手槽的排水管或是马桶里面冲掉，这样可能会造成水管的堵塞或是环境的污染哦。可是有些炒菜的油是非常难收集的啊，这样尤其像餐厅里面，他们每天要出的菜那么多，那很常会在洗锅碗的时候油就跟着水流到排水桶里面去。对，所以这时候啊就需要油脂节流器喽。那这也是各地政府啊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项目哦。举台中为例啊，目前就有在东海商圈做推广，那只要符合资格的店家啊，就可以免费的跟水利局申请安装，同时啊也可以获得这样的标章贴纸哦。让我们在用餐的同时啊，也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哦。那如果想看更多的详细资讯啊，我们都会放在下面的置顶留言，所以可以去点来看看喽。那我们就继续料理吧。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嫩豆腐、冻豆腐、豆干、花椒、辣椒、青龙椒跟老姜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先将冻豆腐退冰。用清水清洗，并反复的挤出里面的水分，减低豆味。洗净后剥成小块状。嫩豆腐跟豆干切成块状。老姜跟辣椒切成末状，青龙椒切成细圈状。东西都切完之后啊，我们就煮一锅滚水，然后在水里面啊加入盐巴。然后等一下呢，再把我们刚切好的嫩豆腐放进去，然后煮1分钟之后就可以捞起来了。为什么要过盐水啊？因为这样可以去除掉一些豆腥味，然后等一下豆腐啊也会比较好入味。等于它里面已经有一点咸度了。哦。但是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现在过盐水会让它的蛋白质凝结，凝结之后你等一下在炖煮的时候它就比较不容易烂掉。哦。然后再来我们要来煸花椒粒，那我通常煸花椒粒我会用香油来煸，但用香油的话记得就要很小的火。然后让那个花椒的味道慢慢释放到油里面，就会变花椒油。花椒油要去焦油吗？花椒油。然后香油的量要稍微多一点。油有需要这么多？对，那老
师傅有特别交代，就是油一定要，其实也没有到很多，就是比一般煮菜再多一点。那这样因为正宗的麻婆豆腐，它本来上面就会浮一层类似红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透过油也会去炒那个辣椒粉啊、辣豆瓣啊，就有点像炸酱的概念，就是把那个酱香整个炒出来。对，所以油要稍微多一点。但如果你真的比较 care 油不要那么多的话，就少加一点没关系啊。对。那你这油等一下也是会拿来煎豆干跟冻豆腐？对，就是从头到尾都会是这些油这样。啊，所以这样其实好像也没有到很多。对。而且这最后拿来丢分。因为豆干跟冻豆腐也很吸油。吸油。那这个花椒要煸多久啊？基本上你这样闻啊，现在有一个很浓郁的花椒香气。然后闻到之后再大概煸个1到2分钟，就差不多可以拿起来了。因为你如果过头的话，花椒会黑掉，可能就苦掉。对。好香哦。煸好后，将花椒沥出来，花椒油倒回锅中。将煸好的花椒用刀子切细碎后备用。为什么要把花椒切碎？它这样香气更容易释放出来，有点像自制花椒粉。哦。对，然后它等一下到那个水里面煮之后，那个香气跟麻的那个味道释放的会更多。把冻豆腐跟豆干放入花椒油的炒锅中，煸至金黄酥脆。再放入老姜末跟辣椒末炒香。炒香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来开始放入调味料。那如果觉得油不够，是不是可以随时补油？可以。好。放入辣豆瓣酱、辣椒粉、花椒粉、五香粉、胡椒粉跟酱油一起炒香。炒香后加入水跟糖，中火熬煮约5分钟。好，现在熬煮大概5分钟之后啊，我们就放入刚刚煮好的嫩豆腐，然后跟1半的花椒碎。为什么只放1半？因为等一下另外1半是要直接撒在上面，哦，这样会更麻。中火炖煮10分钟。然后在熬煮的同时啊，我们就来调勾芡水。那我会用莲藕粉，那如果没有莲藕粉的，也可以用太白粉。这粉跟水的比例大概多少？大概1比3。就是粉1匙的粉，然后3匙的水。熬煮好之后，分3次倒入勾芡水。为什么要分3次倒这个勾芡水？因为你这种勾芡的东西，你如果一次倒啊，它那个酱汁会吸收不了。哦。对，就很容易结块，所以你一定要倒1次，然后就推1次，让它确定完全融入酱汁之后，再倒下1次。同时也可以确定一下它的浓稠度会不会太多，这样。对。勾芡完，从锅边倒入少许的白醋炝锅，即可起锅盛盘。最后放上青龙椒跟另1半的花椒碎，就可以享用啦。
自信螺丝课啦！开动喽！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要先稍微拌一下。品尝第一口，哦，那花椒的香气会在你嘴巴慢慢释放出来哦，哇，好香哦！它那个然后麻麻的，对花椒香气是整个在你口腔里面，哦，它会制造你的口水，它会一直让你分泌口水。那种超冻豆腐嘛，它已经没有任何的豆味了，它就是一个很像绞肉的那种柴柴的口感。然后再搭配那个嫩豆腐，就这样咕噜，就一下就化掉。这倒也是，如果你不跟就是人家讲它没有肉的话，它会吃不出来，真的会吃不出来。吃不出来。它所有的滑顺的口感也有，然后那个柴柴那种有嚼劲的口感也有，对，然后豆干那个应该说嚼劲是豆干更胜一筹啊，然后柴柴是那个冻豆腐，然后你再吃到那些一粒一粒的花椒碎末，啊，瞬间嘴巴都是麻的，然后麻香辣全部都在这里面。这一道真的很优秀。那除了今天分享这个正宗的麻婆豆腐以外，我们前面分享那个要怎么回收油啊，或是店家使用的那个油脂节流器啊，是一个守护环境的一个防线。淹水这件事情啊，其实有时候跟排水管有很大的关系。就是那些油堵住的排水管，它堵住了，所以造成它排不出去，它的水量一次量如果太大排不出去，所以就尽量让我们台湾的排水管就是干净一点。对，那我觉得这都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的地方，需要做到的地方。对，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到外面用餐的时候啊，真的也可以选择有标签的店家，就是变相是一种，我知道你有做这件事情，那我也会对再更支持你这样子，那这样是一个正循环，我们就支持这样的他愿意参与这样计划的店家，那更多店家就愿意做这件事情，那我们的环境也就可以更好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这边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还开起来，然后不要忘记追踪我们 Facebook 和 IG 哦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没吃完吗？对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对，我要讲，我刚刚正要讲，为什么没吃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没饭了，饭没了。可是你知道，你不想要把那个花椒的香气停止，所以你就想一直吃。冻豆腐真的很像绞肉。